是谁？又是你！行了，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做梦！师兄，我来帮你。看好我师弟！你不去帮忙吗？我又不会武功，看好无戏。那白发仙的武功已入了逍遥天境，又岂是你们几个能讨得到好的？哎，等等我！哎，等等我，我还没上去呢。没用的，那家伙境界太高，不是你们人多就能解决。那怎么办啊？用这个呀。你知道那个是什么？像这种形状的火器，应该是雷门的麒麟火牙吧？那可是号称麒麟一怒，剑仙不出的大杀器。那玩意儿制作方法早就失传了，现在仅剩那把还在门主手里，怎么可能给我呢？啊，不对，这事门主好像不让说。雷门不幸啊。不过你说的对，也只能用那个了。我不想和你们几个晚辈纠缠。再说一遍，把人交出来，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让开！来！想不到竟然是这样。剑，雷门不是明令禁止门内弟子练剑的吗？这难道就是杀步剑？长剑纱布，你是雷轰的弟子。好啊，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。的剑气，看来他真的是动怒了。香，实在是太香了。霜叶红，想不到你伤得这么重，还能有这样的手法。唐门这一辈中，你能排进前3了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三步唐门，
一步阎王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你了。你们还有谁想来？还有我。不想落个终身残疾的话，别起来。喂，你还能不能站起来？别看了，只有你能听到。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，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。还看什么？再看那个白头发的家伙就要把我带走了，赶紧的，站到我的面前来。唐莲，我本不想杀你，你又何必逼我？还有多少暗器？透骨钉、铁蒺藜、龙须针，你只有一击的机会，全部放出去。万术飞花的手法不是每个唐门人都能掌握，但你是唐莲，你一定没问题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就再接我一剑。就是现在！你没有让我失望，不过这种程度还是挡不住他多久。见过了这一场万术飞花，也不枉我假睡这么一场。无心师弟，师兄，好久不见。在下想去一个地方，不知这位小友可愿陪在下一同前往？不想。口是心非。你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看来这位小友也愿意一同前往，真是太好了。师弟，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无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
小色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小色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也看见他的轻功了，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却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……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，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他们杀了我阿弟，我要把他们都杀了！阿弥陀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
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悟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悟心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，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老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人。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。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，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度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
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夯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畜生，笨货。我乐意喊夯，夯货。哎，笨货，你可真念笨。我就念夯，夯货。笨货，夯货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，天启4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锁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2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2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。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2位一个问题。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2位。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2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。所以。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2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2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囚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了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。圣上，何事啊？回圣上，三顾城传来消息，天外天白发仙现身中原。我朝与天外天有约定，我教任何人不得私入中原。这白发仙为何无故违约呀？回圣上，12年的约期快要到了。这么快，12年就已经过去了？即便差一天，12年的约定也是未到。
这个魔头敢违背约定私入中原，乃是欺我朝无人。奴才请命，擒拿此贼。不记得你和寒水寺的忘忧有过几分交情啊？回圣上，当年奴才游历江湖，曾受过忘忧大师指点，但仅是指点，不敢妄称交情。也罢，吾本想，江湖事江湖了。既然天外天人来了，那你就替姑去趟一趟浑水吧。奴才遵旨。圣上，那质子，一切交由你自己做抉择。奴才遵旨。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，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无心真是好算计。现在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，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，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什么人来杀你的？
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萧瑟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，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我没意见。嗯。 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，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。 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 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 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。不过我相信，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
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。不试一下，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洛清扬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傅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傅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雨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傅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臂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弊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2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良城？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良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良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良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清扬。孤剑仙洛清扬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清扬独坐木良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清扬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
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骆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骆青阳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骆青阳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姐，刘姐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吴昕，你这是什么吃法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？少见多怪。这就能吃了？嗯，不错。怎么样？我这个吃法还不错吧？真好吃。要是里面再来点肉就好了。哎，吴昕，你这门手艺在哪儿学的呀？是老和尚教我的。哦，忘忧大师还研究这个呢？应该是他云游的时候，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吧。听说忘忧大师的故乡便是鱼师国。没错，准确来说，这间寺庙就是他出生的地方。老和尚自幼精通佛理，6岁时便可与大梵音寺的摩诃尊者论道。为了求道，他离开鱼师，四处云游。40岁时，便到寒水寺做了住持。那时，他已经被称为天下禅道第1大家了。20年之后，他便收养了我。萧兄见多识广，想必早已知道我是谁了吧？若是我没猜错，你姓叶。我的确姓叶，我叫叶安世，我爹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那魔教教主？没错，我爹就是魔教教主。小子，这天外天就是魔教吧？所谓魔教，就是10几个域外的教派合起来的统称，其中最大的就是天外天。所谓魔教教主，就是天外天的首座。不过据说当年魔教东征失败之后，就与中原武林立下锁山河之约。天外天的一个重要人物被当作质子留在北陵，期限就是12年。那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那年我5岁，跟随父亲一起东征。后来阿爹身死，我便被忘忧收养。吴昕，你不是5岁那年就被留作质子了吗？那你现在……如今12年期限已满，按说，我应该回天外天了。可是你走之后，没人能保证魔教会不会卷土重来。所以有人想废了你的武功，有人想监禁你，更有的人想杀了你。最终由九龙门的大绝出头，弄出这个黄金棺材的事件。我若是你啊，现在就寻一匹快马，一路往西狂奔。我若是想逃，那日就跟着白发仙走了。你不跟天外天的人走，反倒是带上我们2个，真是为了这场法事。当初很多人要老和尚把我交出来，他想保住我，却又劝不动那些人，只能自己干着急。最后，
快点把吴昕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人！交出来！交出来！赶紧把人交出来！把人交出来！交出来！交出来就交死啊！住手！吴昕，你莫管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把自己逼死了。所以你是为了报恩？你这人还真是让人讨厌。老和尚以前总说想回到这里，既然我正好路过，便帮他把魂魄找来，也算是报了他的恩情。有件事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为何偏偏挑上我们二人？我们俩本来跟这件事毫无关系。对啊，你要是需要人手，你去天外天找高手不就好了？不是说过了吗？因为我没钱。因为一个穿着千金裘，一个穿着凤凰火，看着就很有钱。啊，你这人啊，就像是舌根底下藏了1000句谎话，随时都要蹦出来似的。这一点你们俩都是一样。闭嘴！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如血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里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过河。昆仑之巅沐日光，沧海绝景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你此刻看起来终于像一个高手了。高不高手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活下去。还有，你猜的不错，我选择你们，的确是有我的原因。哦，什么原因啊？我修成心魔饮时，老和尚跟我说，世间有2种人可以不受我的影响，一种是天生玲珑心，什么意思啊？未经凡尘侵扰；还有一种，则是心思太深，再想想去一个地方。不知这位小友？不想。犹如万丈深潭，连自己也看不清自己。想必这前者说的是这个小憨货，后者指的是我。那沈静舟呢？他不也破了你的心魔瘾吗？景仙公公并未破去我的心魔瘾，他的确陷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。只是他意念太强，只困住了他片刻。而你们不同，我与你们对视时，不会有半点波动。所以呢？罗刹堂被老和尚毁了，我若是再死了，里面的武功就会失传。所以，我想传你们2人，一人一门武功。什么武功啊？我想传你的是天下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。哇，好长的名字啊！好随意的名字呀！看好。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
他唬你呢？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。少林寺的。 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 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的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。 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憨货。啊！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 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。 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，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。 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 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
前2日寻不着他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联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常连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5大剑里的第2高手掌香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那里去了。沈敬周也去了，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逃犯不少，现在也向鱼师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。你这下的什么棋？在雪月城里练你的剑，酿你的酒，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剑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吴昕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
我听师傅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于师。难道吴昕的目的，竟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吴昕师弟不是魔，师傅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，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句。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阁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疾风！啊？什么？什么疾？哎呀，什么疾不疾风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！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阵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信心？
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者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哦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身上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，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100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。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1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
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吴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？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吴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吴心，你怎么样？好疼啊！这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阵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1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心身上的魔气。吴心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，12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，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
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绝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诸位，这下官风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四绝，风花雪月。
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4绝之外，还有1绝，您就不见了。这江国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想当年，这混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上台对吗？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。走了走了。哎，必须你推我，再推我，就是你。浑身都发着光。这么磨磨蹭蹭的，还想闯阁吗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，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。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我就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？哎呀！我得去闯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尽得师祖真传，会那望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。我估摸着他能闯到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
震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3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1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听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，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只能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揍他。我明白了。站开，让开！
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二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倒也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师叔？飞旋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二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了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掌相大剑今日竟有空来青天剑做客，真是难得呀！来，朝中那么多的达官显贵，都想拜访青天剑，却都未能见上国师一面。锦仙也怕吃了闭门羹，丢了颜面，所以才迟迟不来。掌相大剑说笑了。国师，这里就是青天剑的星月阁吧？据说历代的剑圣都曾在此处观星象，测天下大事。不知国师可看出什么来了？明日会下雨。就这样。后天还会继续下，刮西风。3日后会放晴，但还不确定。锦仙一直以为国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，没想到国师却有这样的闲情雅致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大剑不信我说的。锦仙自然相信，只是国师应该知道，锦仙并不是问明日的天气，而是这个王朝的明日。王朝的明日，那是天道，天道不可妄言。因为当你知道天道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了。它只是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。但世人想听的只是一个答案。因此，掌相大剑问的那个天道，它并不存在。为何？如今只剩2种卦象。我想请问先生，若这次还是3面桃花呢？若仍是桃花，那此卦便是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是吉还是凶？大吉！天下共治，群龙无首。观望者时机一到，可依化龙直飞9天。
那若是桃木剑呢？大凶，龙死荒滩，血流3万里。好。我从来不信什么天道，只信我自己。只是我心中还有一丝迟疑，觉得自己是不是该做一个决定，但是又没有勇气，所以才胆怯来求一求天道。但是刚才我忽然想明白了，所以这卦算不算都不重要。多谢。不客气，我也不全是为了你。毕竟，若是真折了望城山的8成天道，我还真怕那赵玉珍提剑来砍我的脑袋。萧瑟，钱老师姐，你怎么又下来？我刚跟大师兄打完，他让我下来先休息，明儿再去。哼，这么听来你还赢了？惭愧，惭愧。刘姐，你这3脚猫的功夫怎么可能赢得过大师兄嘛？定然是他放水了，是不是？怎么会呢？大师兄说他全力以赴了的。这次先放你一马，等你入了门，我再好好跟你比试比试。不说了，先走了。行吧，就听你大师兄的话。正好我也累了，马上带你去喝一杯。哎，行。你怎么不走了？到了。到了。这儿啊？那个，我身上可没有钱啊。放心吧，今晚的酒不用钱。啊？用缘分。用缘分？用缘分喝酒？东归东归，东面有君子，待客而归。你在那儿嘀嘀咕咕什么呢？这酒肆连老板都没有。这不就在那儿睡着呢？啊！这是酒肆老板？哪有酒肆老板把自己给喝醉了的？这点小酒，喝到屋顶上去了。不过是瞎情而已。哎！你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没喝醉呢。酒不醉人人自醉。我这位小兄弟想求饮一杯，不知今晚可有缘分？一醉年年今夜月，这酒与你们今夜有缘。既然有缘，此刻便求饮一杯。莫急，还差最后一抹月光。玉梦清虚贵此飘，一杯浊酒向天邀。何人能爱今宵月？夜上楼头弄月宵。喝吧，这是最好的风花雪月。怎么样？舒凉如风，柔美如花，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。好酒能品1味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号称能品3味，我这酒能品4味否？在我看来，人间百味也不过如此了。
寂静如雪，畅凉如月，这酒水透着一股子小家子气。我不喜欢，我喜欢那种炽热如火的酒。不过嘛，你倒的倒啊，我就试试。这酒，这怎么回事？感觉如何？你到底是谁？这又是什么酒？我是一个酒肆的老板，这是我的风花雪月。我现在问你，这第2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脚下无尽的深渊，它游过这世间的纯洁。这第3碗，你可敢喝？寻人冰雨模糊了双眼，不顾一切向前，无法抗拒的心跳，随着呼吸改变。第4碗，你还要不要喝？这碗喝了，肯定会死。死的话，都不需要上那登天阁了，直接就登天了。给我！你醉了，睡吧。那小家伙已经闯到10几层了，定是来寻你的。你不见见他吗？说不定是雷家，让他来寻雷云鹤的。若是雷家派他来，他就拿着名次找我了，何必去闯登天阁呢？我见过那孩子，一袭红衣，和他母亲当年一模一样，只是那傻乎乎的性格是学他爹爹的，和你。听说你等的那个人也入城了，你为何不去见他呀？你都不急，我自然不急。师兄呢？为何没跟你一起来？他呀，他为了酿他的孟婆汤，要去海外仙山去寻求他最后一味草药。哼，孟婆汤，过去的事情，他就那么想忘记吗？他最想忘记的，只是一件事情罢了。哎，我们正聊着雷无节，怎么一下子拐到大师兄那儿去了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真不想去见他？哎，我说你这个执拗的性子啊，真得改一改。他可是你的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不提雷无节了。除了雷无节之外，还有一位你故人的弟子也来了。故人？望城山，赵玉珍。
他的火灼之术已经突破了第3重境界。他若是要自己达到这重境界，至少需要3年。而如今，他仅用了3杯酒。唐莲不会无缘无故让雷无杰休息。我猜这也是你的意思。你就是雪月城大城主，酒仙百里东君。以这小子的资质，最多到14层，15层那位他打不过他。15层的应该是守阁长老，雪月城的长老。有什么好猜的？明天不就知道了？也对。这酒馆送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前辈要去哪儿？寻酒坊。前辈能酿出风花雪月这样的绝品，还需要什么酒坊？孟婆汤。孟婆汤。只需喝上1碗，你就会忘记所有发生过的事。等醒了，就是新的人生，多好。可惜我一直酿不出来。如果我酿出来，你也一定想喝上1杯的吧？焦楚，我叫萧瑟，只是一名客栈的老板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也不是百里东君，是一家酒肆的老板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？快到了，上！莲，很甜的哟。来，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萧瑟那个家伙，一听说我要去木良城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吴昕也是，什么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？我只是远远的看一看，又不是要去挑战顾剑仙，小题大做。你说这赤王也真是够小心的，居然约咱们在这西域边境见面。这北离的情况和我们男爵不一样，他们太子之位迟迟没有定下，那几个有希望继位的皇子都暗自在江湖上发展自己的事业。除了这赤王萧雨，还有一个白王萧崇。这白王萧崇背后，正是怒剑仙严震天。那赤王呢？他身后的剑仙，难道是？自然是孤剑仙洛清扬。什么人？打雷了？这也不像是要下雨啊。那是雷无杰去的方向。难道是他在与人争斗？这小憨货，打个水都能打出事端来。这地方人迹罕至的，想不到雷无杰还能遇上逼得他用霹雳子的对手。他们的位置在移动，看这情形，是往莫良城的方向去了。莫良城，顾剑仙。
干什么？你不去救他？我不去。你说什么？那小憨货没那么容易被干掉，兴许脱身了，一会就找回来。话虽如此，可他们是往木良城的方向去了。万一惹到孤剑仙，他不是想去见孤剑仙吗？万一碰到了，正好入他的愿。你有心事。从昨晚回来之后，你便有些不对劲。总之要去你自己去。小憨货说要帮你，我可没答应。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分开，对我来讲也挺好的。你害怕了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拉着我一个不会武功的人干什么？刘杰不是你的同伴吗？不过是萍水相逢，点头之交罢了。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自小聪颖过人，13岁武功便入了自在地境。那时我很兴奋，追着老和尚问，我算不算是这一辈当中的第一天才？老和尚被我问烦了，最后说，北离有一个人，同样也是13岁，入了自在地境，17岁便入了逍遥天境。他当得上天下第一天才之名。他便是江湖白晓生的弟子，北离六皇子萧楚河。之后不久，便发生了琅琊王一案。天启寺守护中的李新月身死，他的女儿李寒英剑指当朝天子，江湖震动。据说萧楚河在天启城中跪了3天3夜，为琅琊王求情，最后却惨遭牵连，贬为庶人。那时我便觉得，这个萧楚河虽身在皇家，却是出人意料的有情有义，是个可以结交的朋友。原本我以为你就是萧楚河。你少装出一副得道高师的样子。你喜欢讲故事是吧？那我也给你讲一个。12年前魔教东征最后一战，北离各大派围攻魔教教主叶鼎之，最终叶鼎之战败，自绝而亡。可笑的是，出卖叶鼎之消息的，正是他的至交好友王仁孙。在我看来，叶鼎之妄称天下第一高手，竟死于自己好友的手中，愚蠢至极。怎么，恼羞成怒了？今日不用武功，我也给你个教训。我警告你！你疯了！撕了你这张臭嘴！你疯了！好圣人，耻闻过，惩辩己，炫聪明，立威严，自强力。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是我错了。今天这里没有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也没有什么萧楚河，我只是寒水寺的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雷无节是因为我才来到这里的。
我得去把他带回来。而你，也只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有本事单打独斗，3打1算什么本事啊？臭小子，少废话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要杀便杀，小爷我眨一下眼睛都不算英雄好汉。这几个人的兵器，似乎是男爵之人的把绳子给我解开！小爷我一个一个陪你们打到天黑。男爵太子身边的侍卫，傅恒星，此人出现在这里必有特殊目的。这小子大概是无意间撞破了什么。吴昕怎么还没来？给他点颜色尝尝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刀下留人！萧瑟。是你？想不到你还记得我。怎么会忘记呢？我家殿下至今还十分懊恼，当年在天启城千金台输给你一座城池的事情。年轻时的荒唐是吧？既然你出现在这里，怕是对我们的事情知道不少吧？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，现在怎么样了？看来你是都知道了，才带人来拦截我们，真是神机妙算呢。可不是我神机妙算，毕竟在这北夷之内，什么事瞒得过那夷？你是奉命来的？我只是传个话，希望你们回去告知你们殿下，有些线踩不得。我差点被你唬住。何出此言？据我所知，你已经被贬出天启城了。你们的情报不假，不过这天启城的水，比你们想象的要深。你若不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愿意一试。哎，出手啊！你只会躲吗？想不到昔日的天下第一天才，连自己的武器都拿不住，真是可悲啊！受死什么？瑟瑟！吴昕，快走！什么时候到？就在你刚刚和那人对峙的时候。既然到了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本来是想出手的，后来看你聊起年少的荒唐事，觉得有趣，就多看了一会儿。哎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放下来？萧瑟，你跟刚才那个人认识啊？我听你们俩说话，我怎么听得云里雾里的，不明白啊？听他的意思，你之前还在天启城做过官呢，后来又被罢官了，为什么呀？你还说你有个弟弟，怎么回事？你说句话呀！你刚才明明能解决他们3个，为什么不出手？哎，怎么能妄动杀念？他们要是发现被骗了，一定会追回来。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说得对，我们还是快去鱼师国吧。哎，你们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哎，萧瑟，为什么呀？灵君，他到哪儿了？师傅，
探子回报，前些日子他从美人庄里逃脱，路上遭遇了西域最凶狠的马贼。后来他制造了一场混乱，就不知去向了。他应该是正在来这儿的路上，但是说下去，他却不是一个人。唐莲也在，竟然被说服了。不是唐莲，是2个少年，一个身着红衣，一个是客栈的老板。不过暂时还不确定他们的身份。师傅，您是怎么料到他会来这儿的？他要来这里找一个人。哇！吴昕啊，你要来这鱼师国，没钱的话，我萧瑟可以借你，大不了以后加倍奉还就是。若实在没有钱，武功秘籍拿来充数也不是不行。不过你若是不认识路的话，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如果我2人是认路的人，就不会遇到你。来一份吧。花布。别看了，他不是和尚，带不了你去大梵音寺。嚯，这人海量啊！这壶酒在我们雪落山庄也能值个3、2两银子。3、2两银子，那得买多少老糟烧？找到了。高手啊！